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我们今天的声音有一点机械化，怎么回事？中文我们来了。不要跟机器人有关的吗？对，最近很火的话题就是中国的 DeepSeek，对不对？然后就是这种 AI 的发明好像越来越多了，法国也在研究 AI 市场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AI 这么流行的话题，我们怎么可以错过呢？我们要蹭热点。凑热点，然后我们就跟咱们做个关联好了，就是你们觉得 AI 可以取代咱们吗？AI 可以取代我们三个零吗？还是取代中文老师？好，那这个我觉得这话题蛮有意思的，我们先听听笨叔的想法好了，因为他刚睡醒，清醒一下，要有点危机感哦。对，汗流浃背。笨叔，你觉得 AI 会不会取代中文老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是觉得可以取代中文老师上课做的80%到90%的事情，那很多呢，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啊。比如现在我看 YouTube 视频，然后就广告啊，就是都是一个人跟 AI 在聊天然后你说错了，然后 AI 马上就告诉你正确的句子，然后在一个聊天的那种感觉中来纠正你。其实中文老师不是上课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就是用中文纠正中文，然后就是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现在他 AI 的那个人物的形象也做的比较真实了，对，比我们还帅，没有那种恐怖谷效应。现在对你还可以选自己感兴趣的 AI 的脸，那个动力也蛮有的，我觉得比跟大树上课应该有意思吧。看，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现在AI 真的可以创作各种各样的材料，比如你学了10个词，你让 AI 用10个词写一个故事啊，对，然后或者是你让 AI 做一个完形填空的题，或者是给你造句，给你解释到底这2个词的意思有什么不同。有时候可能老师被问到问题的时候不能够想的那么全面，对吧？这个 AI 可能就直接给你更具体的分析，然后你比如说你还是不懂，它立马就可以给你举出更多的例子。就我觉得可能一个真人老师有时候对可能没办法反应过来，可能你下课之后觉得，哎，刚才我如果是那么讲的话，可能会那么解释可能会更好啊。对，所以很难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情绪价值的东西可能会中文老师在课上给得了，但是那个 AI 给不了。比如说你真的跟学生产生共鸣的时候，你分享你的真实的想法，你做一个就是把老师的面具拿下去，然后你分享你的这个自己的观点，这些或者是你去激励学生去你的激励就不像机器人给的激励，你知道 AI 它是一个假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个真人老师把激励给到学生，这个学生是可以感受到的。对，所以我是这么觉得，90%老师做的事情 AI 可以做，但是那10%人的那种从人性角度出发的东西是取代不了的。对，看我说完，你们还能补充吗？其实笨叔聊到这里，我就真的觉得现在的 AI 真的是超级无敌厉害。对，就是我上次推荐我的学生跟豆包聊天，哇，他说老师跟豆包聊天比跟你聊天还好，因为他跟豆包可以聊3个小时。是老师，如果我跟你聊3个小时，哇，那个学费好贵哦。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 AI 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免费，然后随时随地，你不需要去配合老师的时间表，然后还有就是像Ben叔刚刚说的那个效率，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有问题，请问突然跟忽然有什么不同？可能我们身为不
不是那么足够专业的中文老师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吓呆了，答不出来。但是 AI 可以在可能10秒内给你非常好的答案，还加例句、拼音，还有英文翻译。啥都有。对，中文老师可以那么快给你拼音、例句，还有英文翻译吗？是不太可能的。甚至他没有办法，不够专业的中文老师没有办法告诉你某些词汇的差异跟不同。所以在这点方面，我觉得 AI 真的是完全胜出。更何况现在的 AI，我认为还没有发展到顶点。对，所以它可能有些表达还不够母语化，不够，可能还有一些语法错误什么的，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了。所以但我觉得现在的 AI，你给 AI 1000个就是中文老师上课的那个录播课的视频，我觉得 AI 自己也会学习和把自己训练成就是那个真人老师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现在 AI 越来越厉害了，甚至我最近可能在写一些文章，我需要一些灵感，我就请那个 DeepSeek 给我一些灵感。哇，他写的那个文句之美啊，有些那个表达，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天哪！那以后他不要说取代中文老师而已，他可以取代作家，他可以变成 AI 界的莎士比亚或 AI 界的鲁迅。因为他的文字也很优美，我都不晓得他怎么来的。这点我也考虑过了，因为就是像你说，我们想写东西，有时候也想试一下 AI 能不能写出那种状态来。能不能写？但说实话，就是我也会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假如 AI， 因为 AI 它是通过学习，然后总结出一些东西，但是假如我只是通过我把所有既往的东西学来，我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家的话，那说实话，为什么历史上作家真正有名的、真正厉害的这么少？说实话，很多人的阅读量并不少，很多人都特别喜欢阅读，吸收能力也很强，但真正让他区别于他人之处的地方肯定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只有一个托尔斯泰？那么说实话，同一代的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很厉害的人也学习，他们可能学习效率未必有 AI 那么好，但说实话，从小到大也看了非常非常多的书，也吸收了非常多的写作技巧，也有很多人生经历，为什么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呢？ AI 我觉得它其实在很多方面我是觉得能取代，而且特别是在理工科的方面会做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它可以做得越来越好。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老婆还在看一个韩国的医疗剧，就是很好看的一个叫什么《机智的医生生活》什么的，因为也挺有意思的。我当时突然就想到，真的 AI 现在这个发展起来，可能真的里头很多这些病真的都能治愈了，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因为现在 AI 是相对是一个初级的阶段，后面一个阶段就是 AI 可以自主的去研究，去突破各种能力，怎么去治疗这个癌症，它肯定也能做到。说不来人类因为这些方面的东西，我是觉得科学方面发展的东西，它真的到时候可能寿命也会变长，而且说实话，真的到时候所谓什么星辰大海也不是梦想，我真的相信这个东西会更快的来临。那天我还看到有这个马斯克已经研究出来那种飞天汽车了，飞天汽车都出来了，就是我那天看，就是深圳市政府他们好像也准备弄这种东西，类似于这种有这种规划。其实以前总觉得这些东西好像都是科幻电影里头才会有的，像今年春晚的时候呢，机器人在甩，那个公司叫宇树科技，我后来刷到很多视频，现在跳舞跳得比真人跳得还好。前一段时间还有出了一个功夫的，就是他们已经能够这种东西这么灵活的状态，就说明他在生活就是场景里头任何场景都能应用了，就是和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人更强大。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能把人取代掉，甚至给人其实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科技的远景。但是刚才笨提到我怎么回事？你今天一直咬舌头怎么了？刚才笨叔提到其实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些东西，这其实你说这个题目，那天我在自己的频道也做过一期，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地方无可取代，就是我们老师作为人的能提供给学生的一个情绪的价值的东西。就是 AI 的话，其实你看不到一个真人在对面的。其实我也试过，我现在就是那天我用 ChatGPT 就是练英语，我发现它也有这个功能，就是和真人一模一样，而且它会不断引导你
就他那种积极倾听的能力令人发指，你知道吗？就是只要你聊一句，他马上给你抛出一句，你就会顺着这个话题聊下去。然后你说出你可能感觉自己说的比较简单，他给你回馈的东西是比较复杂一些的，更好更地道的东西，你确实能学得很好。假如你每天都花一点时间去这样去做的话，但是说实话，在我内心深处，我会觉得我会把它当做一个学习的一个小习惯，或者是一个任务。要是我逼自己去做，我和 AI 每天练一下，我把它当做一个学习的一个项目，但是我不会有那种期待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真正好的老师会让学生是有这种期待的感觉，真正好的老师他是能和学生像Ben说的是交心的这种感觉。尤其我现在有时候教学生，我就希望首先是真的了解他的所思所想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是真的感觉是和他们在，只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师，他是学生，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在中文交流，我们是在认识彼此的这个世界，认识彼此的这些想法。那我现在有一个场景设定啊，那希望各位大叔回答我一下。这个我有2个场景设计啊。第一个场景就是学校开始不再用老师了，他们都用 AI 当老师，然后在课堂上教学生。这样的场景可能发生在未来的4、5年，或许因为学校可以省聘老师的钱啊。AI 教的也很好啊，然后学生怎么可能去跟 AI 耍脾气或什么？或许秩序也会很好啊。那你这种状态就甚至都不需要去学校了呀。对，但是学校家长或学校希望学生能够适应团体生活，所以还是要到学校去。但是在成本的节省下，在这个AI 也更方便嘛，对不对？然后它的主题性天宽地阔，没有限制。你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学校吗？你们会把小孩送到这样的学校吗？就是 AI 教学学校。AI 能教的东西，那就全都 AI 做了呀，那就不需要再教学生了。反正没有啊，AI 都已经会了。家长肯定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一样还是去适应学校的生活，团体生活也好。包括在学校怎么学习。我的意思是，他们毕业之后可能赶不上 AI 啊，那就其实 AI 可以批量生产去做这个学校里教育的这个。对啊，就是毕业后的工作。我的问题就是，如果现在的学校不再用人当老师了，而是用 AI 当老师了，你们会把小孩送到那里去上课吗？这是我的问题，而且这个很有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学校经费普遍很少嘛，或许他觉得更有效率。灿叔怎么觉得？你有小孩吗？你会把瑶瑶送到那样的学校吗？我说实话很难想象，你说4、5年之后能达到这种状态，因为首先我会觉得 AI 现在更多形式是存在这个屏幕里头的，它还没有一个实体化的一个展现。除非你是和机器人就是进行一个结合，就是学生进教室就是一个屏幕跟他说话，好，各位同学上课了，我们今天要上。这样的话，说实话，就是我会觉得我不想，不用去学校了吧，在家。对，按照这样状态，何必去学校？对，我的意思是，家长还是希望学生要有团体生活，学生之间的经验嘛，还有人跟人的互动还是要有嘛，所以送到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团体生活。跟人之间的互动，但是上课是跟 AI 上课。说实话，我是觉得孩子们不会把 AI 当做一个真的人去对待，那他就是很难会尊重这个老师的。我觉得这个场景有点诡异，说实话，就是会真的是就少一点温度的感觉。我们认为在学校里，它就是学习知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其实也是学习做人的这么一个地方。就不纯粹只是学习知识。那我觉得其实 AI 的话，你让它承担去教育里面的育这一方面，其实我是对它不抱指望的。说实话，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得像一个人去学习。老师有严的，有温柔的，各方面都有，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也有自己的优点，和学生们是能真正产生一种连接感的。那你说实话，就是好的老师，其实等到孩子长大以后，都会怀念这个老师，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他不是只是作为一个知识的载体而存在的。
我们人说实话，我是一直坚信，就算科技如何发展，人和人之间这种连接感的东西，它不会被取代，不会被 AI 和机器人所取代。所以我不相信到一个学校以后一个 AI 老师上课，那真的老师就不需要了，我不相信这么一个未来。这个在30年前台湾还没有流行用信用卡刷卡。很多专家说信用卡在台湾是不可能流行的。是不可行的，一定会有一些诈骗或什么的案例。没有想到10年后，那些专家30年前的预言，隔了10年之后，信用卡几乎在各家店面都广为使用。我的意思是说，或许在10年后，瑶瑶会跟灿叔说：“哎呀，老爸，我很怀念那个 AI 的 Annie 老师，他教的好好，我很怀念他。我希望真的再去那个学校找那个 AI 的 Annie 老师。”或许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就是以后的 AI 可能会有温度啊，只是你摸不到它而已啊。但是它的说话，它的内核是有温度的，也不一定，对不对？对，其实你这个举的例子我是能理解，说实话，就是谁能想到，比如说现在中国完全的不用现金呢？这个东西发展如此之快。对，现在 AI 发展也很快，它假以时日，我们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一个程度。可能瑶瑶的孙子，小瑶瑶，不是，是你的孙子，不是。就是可能瑶瑶的小孩小瑶瑶，他可能就是以后被 AI 老师教啊。对啊，我是觉得其实 AI 它肯定能作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工具，在教学上领域上作为一个工具存在，甚至它取代现在就像笨叔说的，取代现在90%老师的工作，我都相信。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他取代了他90%的一些繁琐琐碎的，甚至一些传达知识的这些东西，我都相信。但我觉得我还是坚信人和人，就是在学校这个地方，他需要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和学生们打交道。我不相信就是别的场景的话，灿叔是相信的，但是在学校别的场景，我相信，比如说这个公司里头，他都没有人，不需要人，我会相信。现在很多这个工厂里头也不需要人，它黑灯工厂都是机器人，我相信。但是一旦涉及到和人交往的接触，特别是养育一个人成长这么一个过程，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特别是因为我做一个爸爸，我会知道就是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就是或者爸爸或者妈妈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不管你多大，其实很多时候你很多的问题都是小时候可能会被忽视，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等等，甚至在你成年之后还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就说实话，这个人和人之间这种情感的连接，我是觉得无可取代的。老师其实也会有这种状态，对，我们不可能老师只是当做一个我只是和他学习而已。好，很好的想法。以后可能会有 AI 父母，机器人机器人父母养育一些孤儿，有可能对。那我有另外一个场景要问Ben叔，就是可能我们大叔中文很火，流量很高，订阅10多万 AI 大叔，结果隔了2年之后，出现了3位 AI 大叔。都不用出现 AI 大叔啊！现在中国的 AI 就是你带货的时候，你把他自己就是生成了，但是你不说话，你不说话就拿着那个东西这样对着屏幕，然后很火，然后 AI 就可以生成出来你的那个卖东西的那个 sales pitch 啊，就全都说出来了。真的，现在不是我的嘴型，对，我看到这个了。现在 DeepSeek 也是有这个功能，像很多义乌的老板。他们就卖货给全世界嘛，需要各种语言去卖货，但是他们只是在镜头面前说1、2、3、4，然后生成了各种语言直接出去了，对，视频就各种语言就出去了，真的。所以茶叔你都不用说别的频道，就我们的频道，就我们3张脸，你放到 AI 里边，你就说现在我们要做今天的主题就是自学中文，然后45分钟，然后你给我做一期大叔，他应该就能，他们就可以自己过几年就能出来了，他们就自己互聊就。聊个出花来，你把前100期大叔视频就是传进去，然后现在就以这个3个大叔的风格，然后你给我做一期自学中文的主题，
播客就出来了。所以如果真的有 AI 厂商要跟大叔中文竞争的话，我们可能会被干掉，对不对？但是前期他干不掉，因为前期他必须学习一些东西，对吧？像我们现在前期有了累积，还有我们前期积累的这个学生粉丝跟流量啊，但难保他出来的是3个帅哥就很难讲，对不对？现在 AI 太厉害了，因为以前 AI 做的一些视频，你一看就知道是 AI 做的，你就看细节的部分就很模糊，手指可能变成6个、7个。但是这2天我发现有的视频把我骗过去了，AI 生成的视频。而且它也会加一些那个让你真的呼唤你人性的那种东西，比如说那个一个鸟妈妈喂鸟吃的东西，然后它喂别的鸟就不喂一只鸟。然后我当时就很气愤，然后后来一看评论，他说是 AI 生成的，但是那个场景就非常的真实，就把我骗过去了。就以前我还一看就知道啊，这 AI 做的，但这次就是我看评论才发现，然后回去再看，然后再仔细看，非常仔细看，然后发现确实有一些痕迹。这个让我想起台湾现在有一些趋势了，就是新闻台。新闻台要聘一个主播，气象主播、运动主播，你每一个项目都要聘一个新的主播。现在电视台干脆用 AI 主播，有 AI 省了很多人事成本，你只要把资料给 AI， 它就可以念得又标准然后那个 AI 做的这个主播又漂亮，说话谈吐又大方所以这个台湾第一个就是很多电视台已经在用 AI 主播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台湾有个音乐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他现在在捧红一个 AI 歌手。他说现在他要做真人的歌手太难了，因为太竞争了。然后呢，他觉得现在 AI 是趋势，所以他现在想要捧红 AI 歌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台湾好像有些音乐制作人也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做一个 AI 明星然后像刚刚Ben叔说的这个我就很气愤，就是说我们3位大叔做那个短视频做得半死不活的那个按赞的可能才10几20个，没人要看。我看到有人用 AI 做2只小猫在那边摸来摸去的 AI 做的但是很可爱，几万个赞。所以你可以用 AI 做各式各样的短视频，然后去收割流量。我觉得现在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世界真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10年以后再录一期好了。我真的我跟你们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我真的深深觉得 AI 是可以取代中文老师的。当然你们有聊到情绪价值，但是情绪价值有时候在学校经营的成本，然后在很多这个我们可能人跟人之间又有一些什么利益啦，或者你要反正就是有很多经营上的考量，人事管理的考量，那可能会考虑用 AI 或 AI 机器人，可能学校会觉得更简单更省成本，然后家长可能也会觉得这也好啊， AI 的知识也很丰富所以我真的觉得以后很有可能会有 AI 学校或 AI 的老师，我觉得 AI 可以取代大部分的工作，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们3位可能要考虑一下要找一个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了，不然我们很容易就要失业了对啊。好 OK， 那不晓得大家对 AI 这么进步有什么看法？你觉得 AI 可以取代中文老师吗？还是你觉得3位大叔呢是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请你们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希望你们的回答是我们3位是无法被取代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很多的情绪价值很多的美好看到3位大叔的脸胜过小鲜肉胜过那些偶像因为你要说的话要自己首先要有信念感才行我完全没有信念感完全很心虚的讲这些话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播客那下次见，大家拜拜拜拜。